一切到位了，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是。第一个电磁制压，第二步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第三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美国跟以色列摩萨德系统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最后面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把这个伊朗的重要的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好，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要聚焦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它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它偷偷关闭了它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了。这也是以往美军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还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预警要到，E3跟美国林肯号航母舰属了 E2D， 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群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叫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是。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室。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一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
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 那 F-15E 就准备过去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室。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瑞纳，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室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美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室的这种攻击。是，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他在地底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是，那未来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就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是，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的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哦。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的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在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的，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
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哈。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美国跟以色列哈，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一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它是不是吹牛，但如果说他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一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呢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来，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些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了，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愿意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
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啊，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啊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它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持续的关心到中东的战事，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即将要开打的前戏了吗？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事武器是已经全部逐渐的投入到这个在中东附近的战场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强势的它的强援抵达了伊朗，以色列只是慌张急求川普来突袭开战，24架的 F-15E 已经急奔中东了。中美军武巅峰对决，难道真的要开打了吗？今天会一起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来特别看，包括了现在特别提到了 LexX 上面的这个报道，上面写说呢，16架的中国军机已经急奔德黑兰了，包括红旗9B 疑似也到位了。这个到底是军事援助，还是等于是中国大陆？难道会真的默默的下场吗？难道中东会出现第3股势力吗？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当作
是没有看到吗？第二件事情是，伊朗在最近几天高调的放话说，他们已经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而且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这是真的吗？还是一种心理战呢？美以会不会因为这句话而被迫提前动手呢？美以还在等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也放话，他宁可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飞弹，也要推翻伊朗政权。这一种极限的挑战，会不会迫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介入在中东战事当中？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分析。中东现在火药味一触即发，伊朗难道真的不再被孤立，有了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的帮忙吗？正在悄悄的接收中国的军火吗？这是来自于 X 博主 War 上面特别做了一个爆料，说伊朗近期收到了大陆制红旗 9B 的防空飞弹系统，并且在过去56小时内，至少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已经直奔德黑兰了。另外一方面，伊朗则是再次的对外宣告，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射程甚至他说直指美国的本土。这样子的一个测试，虽然还没有获得外界的一个证实，但已经让国际社会非常的紧张了。而美以在另外一方面，则是全力的在加强部署。我们先来看到说，谈了好久的这个林肯号，现在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海峡，几天之内就会正式抵达中东海域了。外界预估说，一旦美国的航母正式到达，那么就是开战的倒数前夕了吗？再来就是看到 F-15E 的战机也逐渐到位了，从英国基地紧急空运至中东，数量预估会高达24架。再来看到是4架的 C-17A 的战略运输机已经抵达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甚至是包括了我们看到 KC-130大力神已经落地在以色列了，疑似就是要运送军备的支援，美国要来特别援助以色列。而此刻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防长特别参谋长特别出来放话，他说已经为突袭战争做好准备了，只要能够推翻伊朗的政权，我们以色列即便承受来自于伊朗的700枚导弹袭击，我们都在所不惜。而伊朗的军事专家预估，美国跟以色列正在接下来筹划对伊朗发动的是混合战争。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中国大陆的角色，难道真的会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吗？是否将中东推向新冷战？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而伊朗宣示它的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可以覆盖住整个美国的本土了，这是战略吓阻还是一个心理战？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在伊朗的这个情势的变化当中看到这个来自于北京政府的一些操作，其实不难可以理解到。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好，俄罗斯也好，他们已经看懂了川普在全球下的这盘大棋，真正的目标就是剑指中俄嘛。所以其实我们熟悉中国历史就知道说，当年战国时期，秦国那个时候要一统6国，他采取什么策略？他就采取远交近攻啊。就是对于我没有办法处理的，对于力量过于强大的，我就对他示好，跟他交朋友。然后呢，我麻痹他，我让他在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剪除他旁边的羽翼，然后我把我周边能够攻下来的我都攻了。那等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力量巩固好之后，我再挥军向这个原本我的朋友，我就来开始面对他们了。所以你看到川普在处理委内瑞拉、处理伊朗、处理这个格陵兰，川普几乎没有毫不讳言的在讲的。目标几乎都是剑指中国跟俄罗斯嘛，特别是像格陵兰，他不断的强调，他要拿下格陵兰，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北冰洋的航道已经部署了太多的这个装备在那里了，他们必须要遏制中俄然后他拿下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他说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占了全世界的55%了。大家想想如果再让他拿下伊朗的话，他所掌握的这个全球原油产量绝对超过70%。那在那个情况之下，你说中国大陆当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啊。委内瑞拉的油大量都是输往中国大陆，伊朗的亦复如此。那你更不要讲说伊朗所处的地理位置，不管是空中航线或者是这个地面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位置，它其实都是站在非常重要的战略枢纽。一旦伊朗失去了，中国大陆的中欧班列马上就会受到冲击。那么所有的相关的航班。美国现在飞中东的机票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美国的飞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这个上空，不能够飞越伊朗的领空。但是如果这个情势改变了呢，变成美国掌握了伊朗呢，那接下来对中俄来说，他们所失去的远远超过于委内瑞拉可以造成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北京也好，或者是这个俄罗斯采取更大的动作，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了。那你说美国这个时候要不要动手？美国早就动手啦。我们不要讲别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所有的伊朗的抗争行为都是 CIA 干的。就是我2020年在帮韩国瑜打总统大选的时候，香港莫名其妙就来一个反送中了，等到蔡英文当选了就不反送中了。所以呢，香港最近的审判都已经出炉了，这个背后这个引发骚动的是谁？就是 CIA 啊，还有谁？所以今天美国跟摩萨德把他所有在伊朗潜伏的人马，通通都投入了这场所谓的这个骚动里。但是在这个骚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个骚动没有推翻伊朗政府，因为这个骚动的群众他们缺乏一个核心的精神领袖。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哦，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各种报道说伊朗断网，可是呢，星链却成功的突破了伊朗的断网。各位，星链到了它上空，不是说你打开手机就可以连上星链的，星链在地面上要有接收站，要有发射器啊，那不是一台的问题，那是几千台。那几千台什么时候运进去的？就如果今天没有地面的这些接收跟发射器，就算星链的卫星全部集结在伊朗上空，打开手机什么都收不到的。那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哦，你说不是 CIA 不是摩萨德，谁做得到？所以美国早就动手了，只是说他不敢打地面战而已嘛。今天以色列虽然讲狠话，他说我承受你700枚导弹也在所不惜，对我打了你700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入侵我的国土啊，因为你离我有距离，而且我国土这么大，你要占领我整个伊朗吗？你要怎么占领？这现在也是美国的难题啊。他就算来了 F-15的这个战斗机，他就算运了再多的这个相关的装备，他就算林肯号到了那里，他还是要地面部队，因为那是伊朗，那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国家。你美国打伊拉克，美国打土耳这个阿富汗，要不要地面部队？要啊，他要大量的投入地面部队。所以对美国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最大的两难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够在损失最小、付出最小的情况之下达成这个任务？那么我认为美国在评估当中，所以这个时刻中国大陆采取更大的动作，我觉得是有助于牵制住美国，让美国要重新思考。那你说至于说伊朗有没有洲际弹道飞弹哦？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啦，因为其实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来讲，你要帮助伊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有洲际弹道飞弹，不管是你给他，或者是你帮助他研发。因为只要他有了，他跟美国就是要做保证相互毁灭。那么美国就要想一想了，就我如果真的要发动战争，或者我让以色列发动战争，我的国土会不会受到你洲际弹道飞弹的攻击？这就是美国要考虑付出的代价了。好，这一场可能即将要引爆的战争，现在看起来也涉及到了中国大陆跟美国，还有俄罗斯等等各个国家的武器的一个对决。那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了，现在美国在伊朗这边还是缺乏地面部队，不过现在眼前有包括林肯号逐渐要到位，然后再加上战机等等，有了包括伊朗的方面，他现在拿到的是中国制的红旗9B 等等，还有它的运输机现在运一些武器，真的能够有效的阻挡来自于美以的攻击吗？干哥有怎么看？好，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军用机军用的运输机有16架紧急飞往德黑兰。这句话我特别有兴趣，为什么？你知道，有16架军用运输机，我可以告诉各位，那叫做战略运输机，不是那种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看到的那种。4个螺旋桨这样巴拉巴拉巴拉，那个飞不到的，为什么？它需要空中加油。所以从最简单、最接近的基地，比如说从西安，或者是从那个国内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湖北的基地，直接飞到德黑兰的话，那一定要大型长程战略运输机，那就是运20，一次出动16架，很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中国大概目前有30架运20成军，一次飞那么多去，带的是什么东西？带的就是红旗9。大家可能对红旗9听过很多次，不太了解它。我可以告诉各位，红旗9就是类似俄罗斯的 S400，本来是 S300，但它的提升它的性能已经到了 S400了。有个国家在美国多少次警告的情况之下，他最后还是买了红旗9。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红旗9真的好用，它叫做埃及，好不好？结果埃及用了以后，真的说很好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在去年的12日战争之中，就验证给你看红旗9B到底它的性能如何。听说他把俄罗斯的S400的防空飞弹给击落了，
就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防空飞弹击落防空飞弹，天下有这种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告诉你，红旗9B 的性能，它本来是仿 S300而来的，而达到跟 S400有相同的功能。结果我竟然可以拦截印度的、巴基斯坦的那个红旗9B，拦截了印度的 S400系统。现在大家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青出于蓝了。所以说，在那个战争之中，不仅仅是巴基斯坦的枭龙或者是歼十打下了印度的标风战机，连防空飞弹都已经胜于印度一筹，而印度的那个原来的系统是俄罗斯的系统，所以红旗9B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而已。这样你就比较了解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系统。红旗9B 现在是部署在中华神盾上面最重要的系统，也就是说海军大家所听过的055大驱或052D 中华神盾，他们主要的防空系统就是海红旗9，跟陆上的红旗9B 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也就是现在中国的主力防空飞弹、区域防空飞弹，射高30公里，射程300公里，然后它可以应付饱和的电子干扰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飞弹用16架运20，赶快运到德黑兰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我赶快援助你。为什么？因为你原先用的 S300或是 S400俄罗斯系统，可能没有办法应付新的威胁。什么叫做新的威胁？新的威胁叫做 F-15E。美国的 F-15E 是出了名的炸弹卡车。这个飞机一飞过去，身上带24颗炸弹。它飞到德黑兰去的话，它一丢，一架就丢24颗。这24颗可不是小炸弹。每一枚都是500磅的炸弹，一丢到德黑兰的头上的话，那你头就痛了。如果这次派了24架去，2个中队，这种炸弹卡车，它也不是自己就飞过去的，它也会面对很多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它也有电子压制的。所以这次他如果去的话，会不会被红旗9B 打下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现在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不过我们可以理解到，不管是 F-15E 炸弹卡车，或是 F-35隐形战机，都会被防空飞弹打下来。只是远近以及多跟少而已。只要你第一次进去我拦不到，第二次你一定会被我拦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战争的一种艺术，就是说我们都是处于在时代尖端的系统。如果今天中国已经紧急运送了红旗9B 到德黑兰去，那现在 F-15E 真的跑进来要空袭德黑兰的时候，红旗9B 抓得到抓不到？刚开始也许抓不到，但你来第二次，我一定抓得到。就像巴基斯坦抓得到印度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大概简单讲到这边，就是说，如果那个美国跟以色列要联合进行空袭行动的话，碰到中国的红旗9B，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了。好，现在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都已经急忙的送到了伊朗这边去。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他也直接喊话，这是他的参谋长，国防参谋长直接说，宁愿承受700枚导弹袭击，也要推翻伊朗政权。中俄在这个时候会介入吗？苑老师怎么看？我们一般人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就是说有一种顾虑，就是说以色列在前一阵子，就是2025年6月份的时候，挨了伊朗的导弹啊，非常多，上百颗的导弹以后呢，觉得大家都看到那个惊心，就是触目惊心的那些画面了哈，就觉得以色列这里被炸那里被炸哈。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说以色列本身呢，现在是基于3个理由啊，它是对于这个伊朗的话呢是非要动手不可，所以他的参谋总长扎米尔啊，他的表现的态度非常强悍，而且以色列从以色列已经打了2年多了哈，以色列现在没有停的意思，就想要毕其功于一啊，要把伊朗收拾掉。有3个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以色列会攻打伊朗的主要理由就是以色列注意到伊朗的核能的提炼的整个过程并没有被川普摧毁掉。这是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以色列的话呢，非常非常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再加上飞弹、导弹的话呢，它一定会对以色列发射。这以色列这样认为啊，实际上的话呢，也可能是对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伊朗的带头呢打代理人战争呢，那个叫抵抗之湖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个基本上只剩下伊朗了。啊，其他的话呢，从哈马斯开始到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到这个叙利亚呀，到什么所有原来支持伊朗或是说伊朗拿钱在支持的代理人战争的话，现在都被以色列打垮。所以以色列现在就是说要把伊朗的借这个机会呢，就把它真正的打垮一下啊。所以说那个第三点原因的话呢，就是以色列认为是机会难能可待。这个机会的话呢是两方面，一个是川普在当总统，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伊朗前一阵子的话呢闹得很厉害，伊朗闹的原因啊，除了颜色革命的因素以外呢，还有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的话，1个美元可以换到伊朗的钱了140万呢，140万。所以伊朗人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普遍来讲是不满意的。不满意呢，那以色列呢，前一阵子呢，突然表现得出奇安静。就是基本上是在搞内部的这种联络啦，啊，那个摩萨德就开始动作。所以说这3个原因合起来的话呢，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呢，只要我能够抗得住第一波、第二波的导弹攻击的话呢，能够借这个机会让伊朗什么呢？不一定要让它消灭，也不一定要占领它，要让它乱，3个乱啊，所以说它就够了，以色列就够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东的战争是一触即发的。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中东情势。伊朗这一次祭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跟电战来封口美国。那另外一方面，包括了美国的新链现在也被打瘫。但是至今大家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林肯号到底到达伊朗附近了没有？到现在其实美国都还没有出手。难道美国这一次针对伊朗会选择放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看到的是伊朗现在内部的示威持续，大家也在看说美国会不会来救他们呢？美国是不是决定不救伊朗了？因为到现在仍然是看不到林肯号航母到达当地，而伊朗现在内部啊，靠着各种的断网，还有电战系统跟无人机，让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看不太到内部的状况，代表现在科技已经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来对这些示威者进行镇压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如果美国真的不出手，会不会等于就是让哈米尼的家族政权持续的续命呢？这个神权体制有没有可能再统治伊朗20年？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对于整体中东的情势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又如何看美国在中东的政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英国媒体针对于伊朗内部示威暴动所造成的冲击的最新数字统计。他说，对这一场全国性的血腥镇压，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6万人，是伊朗见证47年来最残酷的一次国内的清洗行动。而大家在关心的是林肯号到底要不要来救伊朗呢？目前根据了解，原本是停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是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了，现在预估已经转向印度洋，最快可以在3到4天之内就能够逼近波斯湾了。不过呢，在林肯号要航向这个伊朗附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时候特别开酸了。他说，川普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危机当中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军力的极限。就算他说呢，美国开上了这个林肯号到当地，根本不足以压制伊朗。他如果一旦做这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更不要说包括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盟友也都要川普不要去打这一场仗，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就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就只是光说不做呢？引爆了伊朗示威者对于美国的全面不信任。而真实案例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说了吗？针对这些示威者，美国会来营救他们。结果我们看到内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几天发生。38岁的这个伊朗示威者，他叫做希尔扎德，他是一名父亲哦。那原本他亲自参与这场抗议，就是认为说背后会有美国的相挺。在这场示威活动中，他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当时伊朗的安全部队在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甚至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到达，没有想到他最后身亡了，也没有等到美军的援助，留下了
一名12岁的儿子发生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其实，在伊朗有非常非常多的个案，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报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就是林肯号迟迟还没有开向伊朗周边，已经重挫伊朗人民对于美国的信任了吗？所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威慑力？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暴动啊，伊朗政府多次对外说，他说这个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外部策动，内部的反对派啊，那么里应外合的一次活动啊。那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不会承认啊。不过川普讲了，这个中间啊，大概这个今年初开始，去年底开始啊，慢慢爆发的。其实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为伊朗的这个物价、通膨跟它的汇率啊，三者都变得非常的好糟糕，那让伊朗老百姓这个生活上感觉到大不如前啊，前景也不好，所以呢，开始是从伊朗德黑兰的大市场大巴扎开始的，那个有几个商家开了贴了标语，然后这些一开始就从这里开始，那结束也在这里结束，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在这个伊朗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刚回到大陆，有人访问他那个情况，其实他的感觉是伊朗从头到尾没有失控，可是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德黑兰地区，然后有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以他在伊朗见到的这种群众运动来讲，规模是中等的啊。那问题就是说，伊朗这个这一次呢，不是只有在德黑兰有这个抗议事件，伊朗30几个省一半的省份通通动起来了。那这个动起来就变成有人说，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组织性的，有组织性。尤其你知道，伊朗这个靠近库德族的地区，有库德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跟伊朗中央政府在做对立的。那另外还有这个贝鲁兹的部分，也是有贝鲁兹分离主义，那长期在跟这个伊朗中央政府作对的。那当然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组织、有目标的一种反抗中央政府的作为，当然动乱会比较大。那所以大概差不多有30几个省中有一半，通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还有一半没有事啊。对，伊朗是有120万平方公里、9000万人的国家，所以这次事件化。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它并没有燎原。那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是口头上的。对，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川普那个喊话，西方社会对于伊朗内部的反话，对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包括在这个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勒维总统的儿子，巴勒维国王的儿子巴勒维2世，也开始积极喊话，说你们必须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要继续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达到你们目的，不断的喊话。那西方媒体也帮他们一起造势啊。那可是呢，到了1月8号，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川普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也就是说情势现在控制了，那些在内部再怎么样，在街头上抗争的人，你们不要怕。他们政府已经跟我们美国人直接在讲了。那一方面也是给予这些在街头上抗争的一种精神上鼓励，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找一个台阶下，并不是说我没有行动，我们支持你们，让你们在街头抗争，结果你们现在可能会被歼灭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些说法嘛。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跟你们的政府联系上。那可是这个事情1月8号以后。这个伊朗政府就革命卫队上街头，大肆捕人呐，而且那个时候死伤有人说2000，有人说4000，BBC 讲的最多 ，BBC 当时讲2000人，可是美国有人权团体说大概500多一点人。
那到底多少的话不知道。可是呢，川普呢就警告说，你们啊不能抓到枪毙的人。可是呢，到了大概十几号的时候呢，12号吧，川普又对外说，我告诉各位，大家放心，这个伊朗政府已经同意不把抓到那个800个抗议者杀掉，不杀他们了。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就说，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必要用兵了，所以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政府讲好说，我们这个时候起义举事，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士政府政权把它推翻，那你们到是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到的话，请问你如果是参加这一次这个动乱的，对这些组织，或者是你会不会对美国、对以色列，如果说他们就跟这个伊朗政府讲的是他们这2个国家在幕后策动，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挫折跟一种失望？对，好。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他目前都只限于口头，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行动。刚刚大使帮我们回顾了整个时间轴，所以导致了伊朗内部人民是对于川普有极度的一个不信任。那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内部则是持续的扩大在军事上面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限制，尤其现在断的就是网络。他们全国境内9000万人的网络现在政府是直接从8号开始直接打断，顺便呢，大家非常看好的就是美国星链神话也直接被打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1月8号那一天，伊朗它封锁它的网络30分钟内，竟然网络流量直接暴跌98.5%，等于是直接全国断网了，并且出动的是这个军规级的手段来干扰美国的星链卫星。CNN 说了，星链已经成为伊朗当局的封锁重点的目标，靠的是什么？来看到 CG 上。伊朗它动用了哪一些国家级的电战3连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射频再加上 GPS 的干扰，直接削弱了低轨卫星的连线，让这个讯号就变得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再来就是因为呢，星链它的经济门槛很高，过去2年之内，虽然说已经送了5到10台的星链设备到伊朗，但是对于9000万人口的伊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太少了，杯水车薪啊。最后是伊朗它无人机可以去猎杀这些星链系统，因为星链设置的地方太明显了，不管是在屋顶或空旷处，伊朗政府是直接派出无人机来做巡逻，就把这些星链给这个巡逻抓到所以这个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个使用者证实说，星链只能在部分地区勉强的使用，而且呢连线是很不稳定的。干哥又怎么看这一次伊朗全面断网，加上干扰卫星、出动无人机猎杀等等电战资讯封锁，对于这一次来说，是伊朗政府能够镇压民众的一个重要配备吗？伊朗已经要动用所有的手段要把星链 Starlink 给摧毁掉。就是要让人民没有办法把画面传到外面去。其实老实讲一句，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都很珍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走了几百公里才找得到可以让星链接收得到的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伊朗国内很少这样子的接收器，其实估计至少要10万台，你大概才没有办法封锁。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干扰，它这方面，除了射频加 GPS 干扰，大家就想说，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所以马斯克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你说他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动用到国家级的机器的话，它还是可以把它大部分90%以上屏蔽掉。这就是现在伊朗人民没有办法被外界所得知实际上的状况，是最大的困境所在。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你这个 Starlink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卫星讯号你都必须是露天的，你必须架设在屋顶上，或是必须架设在空旷的地方。那很容易，伊朗政府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你听起来就觉得说，技术蛮先进的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无人机来锁定阳台上的 Starlink 的接收器，这太厉害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这应该要讲成这是军规的，这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所以说，伊朗政府为什么能有效的在几个钟头之内，他就让星链传不出去这些讯号，就代表说他真的非常厉害。不过我要讲悲惨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伊朗现在国内目前的情况真的非常严峻。我只讲一个数据就好了。2022年大家知道艾哈米就是那一位进了警察局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女学生，是22岁的女学生。她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她死掉的人就有500人，被关押的人有2万人，到现在这2万人没有放出来。我想你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管川普你到底是口惠而实不至，你至少要去面对伊朗的确在用神权政治、神权政权在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到底是对的吗？我想海峡两岸的朋友们都应该多关注这件事情吧。好，陈杰刚刚刚帮我们提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只说不动哦，那么代表说接下来哈米尼家族的政权会持续的续命吗？有没有可能再执政个20年？上志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到底为什么不出手啊？最后其实就美国如果出手，真的能赢吗？真的能吗？那么动手真的有用吗？其实当然很多疑虑。其实大家不是说美国军力问题哦。伊朗是一个拥有核武、有8000万人的国家，它不是叙利亚2000万小猫咪啊。可是，所以一旦如果伊朗真的政权垮台乱了的话，到最后关头，核武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会流到恐怖分子。所以这次我们在思考这些政治跟军力的计算里头，其实还要思考这些像核武生成的问题哦。所以伊朗到底能不能乱？而且要知道，其实伊朗长久以来就是它是不是外力能够轻易摧折把它打破的？因为它跟所有的政权政治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穆斯林；第二个，它在伊朗的政权有它所谓的这种类似由宗教维系着政治。政治的核心不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什么选民投票、民众投票，它是宗教的信仰作为核心，它是一个大家长制。整个伊朗8000万人，你最后看这个国家哈米尼，它其实是一个难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大家长制，到现在都没有断绝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估算这种西方喊话的东西能够做的。所以，而且要知道政权的垮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以为就打没有，其实我觉得海明威有一句话在这次 BBC 的评论里头有提到，它叫做一开始是渐进的，然后要有一个突发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在中东，在很多的政权的体制当中，它最后能够推翻政权，首先第一名能够成功的是叫做军事政变，第二个部分就是全面内战。通常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的政权才会真的推翻。所以，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抗争，虽然没有说很声势浩大，但是是商人、学生、基层来说，他们是为饥饿而战。他们不是真正的要推翻政治，而且这里头最大关键，我认为是什么？部队还是效忠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关键。而且抗争后续无力，他跟先军，因为你要在联合国制裁2015年到现在，他们上层社会政权都还有钱东西吃，真正没有能力持续的就是基层啊。所以这跟其他的民主社会的抗争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关键因素看得出来，美国最后评估不会轻易打的原因是这些原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